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高桥宏和先生所著的《量子力学的财富与吸引力教科书》这本书。谁都可以成为有钱人，最强的4个步骤揭秘量子力学中的财富吸引法则解析。本书深入探讨了如何通过量子力学的方法吸引财富。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第一，95%的看不见的世界如何吸引财富，从量子力学的角度看成为有钱人的法则。第二，为什么您的月薪总是这么少？原因竟是这些。第三，如果想成为有钱人，只需要做这一件事，揭秘吸引财富的最强4个步骤。每个主题都非常重要，建议大家一定看到最后。首先是第一部分，95%的看不见的世界如何吸引财富。量子力学的角度看成为有钱人的法则。提到钱，我们常听到一句话：钱是天下的周转物。这句话的意思是，钱在这个世界上会轮流流动，即使现在您没有钱，总有一天它会流到您身边。这是一种鼓励人心的说法。但现实中，为什么有些人始终感觉钱与自己无缘呢？很多人可能会抱怨，为什么钱总是集中在少部分有钱人手里，而贫穷的人永远没法摆脱困境？这种不公平的现象让人感到迷茫和不满。对此，高桥先生指出，那些无法获得充足财富的人，其实都有一些共同的错误观念：认为钱是肮脏的，是坏东西；认为赚钱一定要拼命流汗，付出辛苦才能得到；认为只有被选中的人才能拥有财富。您是否也有类似的想法呢？然而，作者明确指出，这些观念全都是误解。正是因为您认为钱与自己无缘，所以原本应该周而复始流向您的财富，才会被挡在门外，无法吸引过来。但如果您能理解量子力学，就可以掌握财富流动的原理和法则。听到量子力学这个词，可能会让人觉得复杂高深，但请放心，理解吸引财富的法则时，你完全不需要解难懂的公式，也不需要记忆专业术语。接下来，我将为您进一步解析如何通过简单的4个步骤，利用量子力学的法则吸引财富。那么，关于量子力学的世界观，物理学可以分为2大领域。物理学主要分为2部分：古典力学和量子力学。古典力学研究看得见的世界的自然法则，量子力学研究看不见的世界的自然法则。就像物理学分为古典力学和量子力学一样，如果简单的看待这个世界，也可以分为可见的世界与不可见的世界。可见与不可见的事物都具有能量。所谓可见世界和不可见世界，只是人类主观上的划分而已。在理解量子力学中吸引财富的法则时，一个重要的核心理念是，所有的事物，无论可见还是不可见，都蕴含着能量。高桥先生的理论提到，理解金钱时，不能只把它看作钞票等物质形态，而要将其理解为一种能量。可见世界的能量可以用爱因斯坦的公式 E 等于 mc 平方来表达。E 表示能量， m 表示物质的质量， c 表示光速。可见世界的能量大小与质量成正比，不可见世界的能量则用公式 E 等于 hv 来表达。h 表示普朗克常数， v 表示频率。不可见世界的能量大小与频率成正比。可见世界只占 5%， 不可见世界占 95%。人类往往将注意力集中在看得见的事物上，但事实上，宇宙中可见的物质只占 5%， 剩下的 95% 是看不见的东西，被称为暗物质和暗能量。虽然现代科学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但仍然只能解释宇宙中的 5%。从这一点来看，这个世界主要由看不见的东西构成。不仅如此，人类的意识也遵循这一规律。我们的显意识及我们能清楚意识到的部分仅占 5%， 潜意识我们未意识到的部分却占据了 95%。换句话说，人类的行为 95% 是由潜意识驱动的。4基本粒子具有波粒二象性，光既可以表现为波动，也可以表现为粒子。
这种特性被称为波粒二象性。当无人观察时，光表现为波；当被观察时，光则表现为粒子。这种现象表明，观察的行为本身会影响基本粒子的状态，这就是所谓的观测问题。从上述4点来看，宇宙和意识的构成可以归纳为：5%的可见世界具有粒子的性质，因为它可以被观测到；95%的不可见世界具有波的性质，因为它无法被观测到。无意识、想象、思考、情感等这些看不见的东西，一旦被观测及被意识所关注，它们就会逐渐物质化，最终在现实中显现出来。通过掌握这种量子力学的运作原理，我们可以运用以下5个步骤来吸引财富，并让其成为现实。步骤1：将意识集中于目标；步骤2：激发想象力；步骤3：运用思考；步骤4：明确具体行动；步骤5：付诸行动。具体来说，第一步是将意识集中在理想的状态上，将心态从没有钱转变为拥有钱的状态。第二步是激发想象力，清晰地构建自己拥有多少财富以及过着怎样生活的画面。第三步，通过思考，设想如何实现这个画面，开始构建实现目标的具体步骤。第四步，在明确了这些思考后，具体的行动计划也会自然显现。最后一步，通过采取这些具体行动，您的现实就会逐渐接近理想状态，并吸引财富来到您的身边。通过这5个步骤，你也可以成为一个能够吸引财富的人。接下来是第2部分，为什么您的月薪总是这么少？原因竟是这些。我们将深入探讨实现财富吸引的具体法则。正如标题所示，高桥先生提倡的法则共有9条，但本次将特别介绍其中2条最为重要的法则：财富与想象力的法则。许多人尽管想吸引财富，但却发现财富迟迟无法靠近他们，这往往是因为他们对金钱存在负面的心理障碍。所谓心理障碍，指的是人们在行动时，因认为不可能或做不到而限制或压抑自身行为的一种思维方式。例如，有些人潜意识中认为赚大钱的人一定做了坏事，这种负面的潜在观念会使他们在无意识中吸引与金钱有关的负面现实。一个广为人知的案例是大象症候群。据说在印度，为了训练大象，人们会从它幼年时起用结实的绳子绑住它的腿，并将绳子固定在地桩上。小象起初会尝试逃跑，但它的力量不足以挣脱绳索或拔出地桩。久而久之，小象逐渐形成一种认知，即使尝试逃跑也是徒劳的。即便它长大成为一头成年大象，拥有足以轻松拔起地桩、挣脱绳索的力量，它依然会因为以前试过但失败了这种根深蒂固的思维定式，在行动之前就选择放弃，甚至连尝试逃跑的念头都没有了。高桥先生指出，很多想吸引财富却无法实现的人，其实都患上了这种大象症候群。虽然他们5%的潜意识中想要吸引财富，但95%的潜意识中却对金钱存在负面的印象，而潜意识的力量远远大于显意识，因此现实中展现的更多是潜意识的结果。据研究，人类的心理障碍从2岁至3岁开始形成，到了10岁左右便会定型。比如，一个孩子在小时候被父母灌输不能谈论金钱，不辛苦就不能赚到钱，有钱人是肮脏的等观念，这些负面的印象便会深深植入潜意识中。此外，当学生通过兼职赚取零花钱，或成年后领到固定工资时，可能会形成一种观念，赚10万日元都很困难，我只值月薪20万日元，从而限制了对自己收入的期待。实际上，他们本可以赚更多，但却被这些固有观念束缚住了。关键在于，人类的想象和思维其实已经在现实中有所体现，但问题是，潜意识中那95%的负面印象对现实的影响更大。只要潜意识中存在这些心理障碍，对金钱的负面认知就不会消失。相反，如果能去除这些心理障碍，财富便会自然被吸引而来。
高桥先生提出，量子力学为解除心理障碍提供了重要的线索。他强调了2个关键点：一、显意识是您能够感知到的、可见的意识；二、潜意识是您无法感知的、不可见的意识。如果能够理解并学会自由掌控潜意识，财富自然会流向您。为了改变潜意识，首先需要理解富人与普通人对金钱的观念差异。关于金钱的观念，可以大致分为以下4种类型：幸福的有钱人、不幸的有钱人、幸福的穷人和不幸的穷人。财富包括精神上的富足和物质上的富足。如果2者都满足，就成为幸福的有钱人；如果2者都缺失，就成为不幸的穷人。如果我们用一个4象限图来表示，纵轴代表精神上的富足，横轴代表物质上的富足，这种分类会更加直观。不幸的穷人，即物质和精神都贫乏的人，往往认为金钱是肮脏的东西，劳动的对价，甚至是不应该被提及的东西。他们根本上对金钱抱有负面的观念，认为金钱是坏的、肮脏的。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阻碍了他们吸引财富。幸福的穷人，即物质上贫乏但精神上富足的人，他们通常对金钱没有兴趣，不渴望，甚至觉得自己不配拥有金钱。这2种类型的人有一个共同点，对劳动以外的收入感到罪恶。这种背后隐藏的是一种金钱和自己无缘的信念，以及不能谈论金钱的低自我肯定感。由于自我肯定感低，他们无法自然地接受金钱，也就是说，潜意识的影响使得他们无法吸引财富。不幸的有钱人，即物质上富足但精神上贫乏的人，往往将金钱视为权力的象征，获取地位和名誉的工具。他们非常喜欢金钱，但只是将金钱当作满足个人欲望的工具。虽然金钱不断聚集，但他们的人际关系差，无法赢得他人的信任，常常引发各种麻烦。幸福的有钱人，即物质和精神都富足的人，他们对金钱的思维方式和理解层次完全不同。他们将金钱视为爱的象征、感恩的结果、信任的证明，并认为金钱是这些能量的具体化。由于金钱是爱、感恩和信任等正能量的转化，他们与这些正能量共鸣，吸引更多财富。他们受到了许多人的喜爱，为他人提供了价值，因而赢得了许多人的感激和信任。这也是他们能够获得大量财富的根本原因。反思您对金钱的潜在观念是什么？无法吸引财富的人，往往潜意识中认为自己和金钱无缘，这种低自我肯定感是主要原因。如果想成为幸福的有钱人，首先需要改变对金钱的观念。事实上，金钱本身既不是好的，也不是坏的，而是一个极为中立的存在。只要能够重塑对金钱的潜在观念，你也可以成为幸福的有钱人。幸福的有钱人认为，金钱是爱、感恩和信任的能量具体化。幸福的有钱人更注重那95%看不见的世界。从量子力学的角度来说，金钱以及一切事物都是能量，因此观念和思维本身也是一种能量，尤其是看不见的能量，其大小与频率成正比。换句话说，越是生动具体的想象，能量就越强，也就越容易吸引财富。高桥先生认为，幸福的有钱人和其他人的差异，不仅在于5%可见的物质世界，更在于他们是否重视那95%不可见的观念与思维的世界。正如宇宙中95%由不可观测的物质与能量构成一样，您所生活的世界也存在尚未被观测的部分。意识到自己过去仅凭5%的显意识生活，是改变的第一步。理解并利用控制95%的潜意识的力量，从改变金钱的观念开始，才能走向成功。成功者往往相信那些看不见的东西，即使大多数人认为不可能做到那些不现实的事情。在这个世界上，成功的人们却常常在头脑中具体地想象未来的愿景，并且珍视这一愿景，即便现实中看不见的东西。事实上，他们在某个意识层面上是存在的。正因为如此，
他们才能比其他人更快地吸引到成功。钱并不是肮脏的东西，也不是坏的东西，它仅仅是作为能量存在。如果您能清楚地想象自己拥有大量金钱的样子，曾经束缚您的心理障碍就会被打破。当心理障碍被打破时，潜意识也会发生变化，自我肯定感也会逐渐提高。从现在开始，试着先想象自己拥有金钱的样子吧。接下来是第3部分，如果想成为有钱人，只需要做这一件事，揭秘吸引财富的最强4个步骤。关于金钱和想象法则的内容，高桥先生提出的法则中还有吸引力法则、言灵法则等，但最重要的是行动。为什么呢？因为只有行动才能以最快的速度改变现实。即使头脑里有了想法，如果不改变行动，现实也不会改变。当您明确地想象自己拥有金钱时，接下来要做的就是采取实际行动，朝着成为富人的目标迈进。通过持续行动，它会变成习惯，从而改变现实。具体来说，要吸引财富，首先需要让自己被金钱喜爱。那么，如何才能成为一个受金钱喜爱的人呢？高桥先生建议，可以通过将金钱视为人来理解这一点。为了让金钱爱您，就要先学会爱人。为了赢得他人的喜爱，首先要对人产生兴趣，了解他们，关心他们，珍惜他们。同样的，想要被金钱喜爱，您需要做的也是对金钱产生兴趣，学习金钱的知识，珍惜金钱，爱护金钱。想象一下，当你有喜欢的人时，想要获得他们的喜欢或与之交往，首先要对这个人产生兴趣，深入了解他们的兴趣、喜好、特长、音乐、电影、思维方式等。您一定会努力去了解对方。想要获得金钱的青睐，也要从对金钱产生兴趣开始。虽然这听起来是显而易见的，但大多数人即便渴望拥有金钱，也没有深入研究过金钱的真正含义。回顾您的人生，可能您学过语文、英语、数学，但关于金钱的学习却很少。富人正是通过比任何人都更深入的学习金钱，才会变得富有。当您对金钱产生兴趣并开始学习金钱时，您将逐渐理解金钱的运作方式和富人的思维方式。通过加深理解，您就能够吸引金钱。首先从对金钱产生兴趣，开始学习金钱的知识吧。接下来，当您开始对金钱产生兴趣后，接下来就要学习如何使用金钱。金钱的使用方式大致可以分为3类：1浪费，2消费，3投资。浪费是把钱花在价值低于支出的东西上，例如不必要的奢侈或赌博等。消费是将钱花在价值与支出相等的东西上，如生活必需的食物和水电费。投资则是将钱花在价值超过支出的东西上。3种金钱使用方式中，最重要的是投资。成功的秘诀在于将更多的金钱用于投资。富人和普通人相比，浪费的比例非常小，投资的比例则非常高。相反，金钱流失的人往往是在浪费上花费过多，投资则很少。如果花钱买酒、抽烟、休闲时玩游戏或赌博，那么即使努力一辈子，也很难变得富有。理想的金钱使用比例是：浪费占 10%， 消费占 60%， 投资占 30%。这是高桥先生的观点。投资简而言之，就是将钱花在能够增值的资产上，例如房地产或股票。这些资产的价值可能会增值几倍甚至几十倍。尽管投资有风险，但如果没有充足的知识和准备，大规模的投资也可能导致财富的流失。因此，我推荐的投资方式是自我投资。自我投资是风险最小、回报最大的一种投资方式。比如参加研讨会、读书学习成功人士的思维方式、参加学校课程、获得资格证书等，几乎没有风险。而这些知识和技能将成为终身财富。自我投资的回报将极大地促进财富的增长，因此非常值得推荐。对于消费，主要包括日常生活必需的食物、生活费用等。为了节省消费，
可以考虑更换手机套餐或选择便宜的超市。如果有可以调整的地方，最好进行调整。世界著名的投资者沃伦·巴菲特就因节俭而闻名。苹果的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和 Meta 平台的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都拥有10件或20件相同的 T 恤，对品牌服饰完全不感兴趣。尽管您可能现在无法投资，但减少浪费和节省消费是可以立即开始的。最重要的是行动。如果你想吸引财富，首先从能够行动的地方开始。最后，我将介绍任何人都能成为富人的4个步骤。高桥先生认为，只有按这4个步骤做，才能成为富人。反之，正确的遵循这些步骤，任何人都能变得富有。这4个步骤是：存钱、创造收入、增加财富、保护财富。这看起来可能是显而易见的，但很多人却忽视了这些重要的步骤。我们来一一解释。第一个步骤是存钱，字面意思就是存款。首先要把收入的10%存起来，从这一点开始吧。如果没有资金积累，就无法增加财富。因此，首先要通过工作赚取收入。第二个步骤是创造收入，这意味着增加收入的来源。如果您是上班族，可以尝试做副业；如果你已经在创业，可以考虑开辟新业务。通过这些方式增加现有收入。如今有很多副业机会，信息传播变得更加容易，任何人都可以通过社交平台进行内容分享。另外，在家工作的机会也越来越多。如果您擅长绘画或制作饰品、小物件，可以把您的作品通过互联网出售。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个人之间的匹配变得比以前更简单。因此，如果您决定尝试副业，其实是很容易开始的。设定一个目标，首先要拥有5个收入来源。当然，刚开始时拥有5个可能有些困难，但从1个收入来源开始，逐步增加，这样即使其中1个收入断了，其他的收入来源也能保证您的生活。第3步是增加财富，积累一定的存款和收入来源后，可以将其作为基础，继续增值。这一步相当于动词部分。投资时有几个注意事项，其中之一是理解资产和负债的关系。此外，像加密资产、外汇、期货等投机性质较强的产品，通常不太推荐。虽然短期内可能会获得巨额收益，但也可能在短时间内积累大量债务。因此，除非你有充足的资金，否则避免这种类型的投资。投资时一定要在余裕资金的范围内进行。所谓余裕资金，是指即便这些资金损失，也不会影响您和家人的基本生活。最重要的是，您和家人的生活和健康是最优先考虑的。投资应该仅限于您能承受的范围。最后第4步是保护资金。金钱的世界有时是非常可怕的。高桥老师称这种可怕为帕金森病。人们在财富增加时，往往也会增加不必要的开支。即使财富增加，如果浪费也在增加，很快就会陷入财务困境。通过以上4个步骤，任何人都可以逐步积累财富。希望大家都能实践这些方法。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